他是村里有名的色魔，不是摸小媳妇的脸蛋，就是半夜踹寡妇的门。这天他出门看到村里的女知青跳河，不会水的他直接一个猛子扎了下去，将女知青救了上来。正当所有人以为他要大占便宜，提出要女知青以身相许的时候，只见他不但一个条件没提，还主动背着女知青跑了20里地的山路去了卫生院，更是倒贴了10块钱的医药费，最后甚至傻呵呵乐了起来。同伴李国庆看到后，干脆将手放在了他的额头上摸了起来。不对呀，刚哥，你也没撒烧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居然这么好心救人，还倒贴了医药费，那可是10块钱啊，咋还乐呵呵的呢？你管我呢？老子乐于助人，咋了？同伴李国庆听到了，不由撇了撇嘴，谁不知道他这好兄弟赵志刚在村里的无赖名声呢？刚哥，我知道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是在等陆之清醒了，然后把他抱回知青点，救命之恩加上肌肤之亲，他不得以身相许。切，老子是那种人吗？以后少在我面前提起陆之清，身上没2两肉，风一吹就会跑的小身板，我娶她在家里供起来。你以前不总是在田埂上偷看人家，还给我们吹牛，说陆之清是天仙下凡，长得比画报上的明星还带劲，做梦都想娶她当媳妇吗？放你娘的屁！老子现在改变主意了，不行吗？刚哥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不是挺喜欢陆之清的吗？真是疯了，不理解不理解。看到李国庆无趣走后，赵志刚更是毫无顾忌，嘿嘿大笑起来。系统，我见义勇为了，奖励呢？定，宿主成功救下落水者陆雨薇，践行见义勇为精神，任务完成度优秀，积分50分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1次见义勇为任务，奖励1000元，已存放至系统空间。听到系统提示音的赵志刚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在这个几分钱就能买一根冰棍的年代，1000元可是一笔巨款。不过给一个村里人憎狗厌的2流子绑定见义勇为系统，这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算了，我一个30多岁的牛马打工人，如今白捡了一具18岁的年轻身体，怎么算也是赚妈了。赵志刚前生是个牛马打工人，跑外卖的途中被车撞了，不知怎么的穿越到了一个70年代的小混混身上，还随身了绑定了见义勇为系统，只要干一件好事，他就能得到奖励。赵志刚才穿越过来，就看到村里的漂亮女知青陆雨薇失足落河，他想都没想到就下水救人，至于占人家女知青的便宜，趁机要挟人家，现在的赵志刚根本不屑这么干。赵同志，谢谢你下午救了我。正当赵志刚思绪翻涌的时候，一个脸色苍白的女知青从病房走了出来，正是他前几个小时救下来的陆雨薇。好在救治及时，陆雨薇没啥大事，很快就能下地了。陆知青，我拿命把你从河里捞上来，就换一句干巴巴的谢谢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赵志刚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。不得不说，原主这个人渣眼光倒是不错。让我想想啊，我家里缺个媳妇，要不你给我当媳妇，这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不过分吧？这话一出，陆雨薇吓得连退2步，一张俏脸瞬间血色尽失。你耍流氓！逗你玩呢，陆知青，瞧把你吓的，胆子比兔子还小。说正经的，我赵志刚是什么人？你打听打听，没好处的事也可不干。赵同志，我们都是革命战友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，你怎么能找我要好处呢？陆知青，你这思想觉悟是高，可觉悟不能当饭吃啊！我今天为了救你，在河里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还倒贴了10块医药费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20块钱，就当是我的辛苦费、精神损失费，咱们这事儿一笔勾销，两清了。陆雨薇原以为赵志刚会狮子大开口，没想到是20块钱。虽然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但能用钱解决的事都算是小事。陆雨薇手忙脚乱地伸进口袋里摸索起来，很快她掏出20块钱。这里一共是20块，你数数，你要说话算话，以后不许再拿这件事来威胁我。放心，我赵志刚虽然混，但好歹是个大老爷们，一口唾沫一个钉，说话算话。赵志刚没再理会陆雨薇，转身朝着自己家的土坯房走去。赵志刚走到院门口，碰上了自家老娘周桂英。宝弟，你这是咋了？下河摸鱼去了？哦，刚路过河边，看见陆知青掉水里扑腾，想着好歹是条人命，就顺手给捞上来了。那河水多凉啊！快，灶上有热水，赶紧回屋冲个热水澡，娘给你煮碗红糖姜水，好好去寒气。赵志刚心里淌过一丝暖流，虽然这老太太宠儿子没变，但这份母爱却是实打实的。行，知道了。赵家前头3个姐姐都已出嫁，如今家里就剩她和4姐赵霞。到了傍晚，门外响起了放工的喇叭声，很快老爹赵有才和4姐赵霞扛着锄头回来了。爹，4姐，你们回来了。哟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小子还知道喊人了。赵霞，明天帮我和村支书说一声，我要上山砍柴，就不去地里掰玉米了。是你想去山里打野鸡了吧？还给自己找了个砍柴的借口，谁信？眼看着2姐弟又要掐起来，老娘周桂英重重咳嗽一声。赵霞，你一个当姐姐的，干嘛老是跟你弟过不去？要是闲着没事做，你给老娘滚进来烧火，还想不想吃晚饭？很快晚饭摆上桌，一盆野菜窝窝头，还有一道白菜炖粉条。赵志刚拿着一个窝窝头啃了起来，又硬又难吃。周桂英见状，拿着筷子在白菜里翻找，很快4片肥瘦相间的腊猪肉被挑了出来。宝弟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吃点。赵志刚慢慢挑拣，把瘦肉吃了，剩下的肥肉放在了姐姐和父母的碗里。只见全家人好似看怪物一样看着他。
怎么了？我脸上有花吗？赵志刚感到一阵莫名其妙，他吃肉只吃瘦肉，却把肥肉捡了出来给家里人吃，结果全家人非但没有生气，四姐还一脸感激，兴奋的一蹦3尺高，父母更是两眼泪汪汪，被他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原来现在是70年代，肥肉可比瘦肉珍贵多了。看到自家小儿子这么懂事，母亲周桂英又把碗里的肉夹回给他。我家宝弟真是长大了，懂得心疼家里人了。这肉是娘特意为你留的，我和你爹一把年纪，啃不动肉，你姐干的活又不重，哪用吃这么好？四姐赵霞听到顿时不干了，娘，我也要吃肥肉，你不带这么偏心的。我刚穿越过来忘了这茬了，这年代肥肉可比瘦肉珍贵多了。原主是个小混混，碰上肉肯定自己独吞，别说肥肉了，就是瘦肉怕是也不肯给自己人分享。不过现在的我换了个性子，可做不出这样丧良心的事。娘，你们要是不吃，那我也不吃了。好好好，就听你的，咱们一起吃肉。看到老太太发了话，赵有才和赵霞两父女这才敢动筷子吃肉。吃完饭，赵志刚径直出了院子，他把好哥们李国庆和王勇叫了出来。刚子神神秘秘的把我们叫出来，到底啥事儿？国庆、勇子，咱们哥仨过了年就18，你们难道真想当一辈子混子，天天偷鸡摸狗，被人戳脊梁骨？这话问的两人一愣。不当混子能干啥？咱又不是读书的料，下地挣工分，累得跟狗似的，一天下来还换不了几个钱。国庆说的对，上东哪有现在这样自在？自在个屁！以后娶媳妇生了娃，难道还啃老，让爹娘养一辈子？你们丢不丢人？从明天起，咱们上山去。上山掏鸟窝还是逮兔子？这个我熟。哥们，格局小了，咱们去挖药材，打大家伙，弄到黑市上卖，挣大钱，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。李国庆和王勇的表情像是大白天见了鬼。刚子，你他娘的是不是今天救人把脑子救坏了？上山挖药材打猎，还要去黑市卖，是要被抓的。万一被捅到公社去，我爹都保不住我们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不敢干？放屁！老子字典里就没怕这个字。刚子，你脑子好使，打小我就服你，以后你说东，我绝不往西，跟定你了。放心，跟着我，保管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明天上山。国庆，你爹不是有赶老猎枪吗？明天你把他偷偷带上，再从你爹那摸点钢珠子，万一咱们运气好，碰上头野猪，也不至于抓瞎。赵志刚又转向王勇。勇子，你下套的手艺是咱们村里一绝，明天多做几个套子，专门套野鸡。另外，把家里的背篓、锄头等家伙都带上，咱们路上说不定还能挖到老山参。一听说老山参，李国庆和王勇的呼吸都粗重了几分。这玩意儿要是挖到一根品相好的，拿到黑市上，那价钱可高了。现在是9月底，正是放山挖参的好时候。咱们人事干树，也合规矩，明天进山前记得到山神庙那拜拜。安排好一切，第二天三人准备好了工具上了山。一路走来，三人也没闲着，爬上树摘了不少山核桃和松子。李国庆一边说着，一边警惕地四下张望。刚子，咱们再往里走走，外围这些都是被人捡剩下的，好东西都在里头呢。赵志刚点点头，耳朵里传来一阵轻微的悉悉索索声。三人慢慢向灌木丛摸了过去，扒开一看，只见一个陷阱坑底，一只漂亮的小紫貂中了套。我操，紫貂！刚子，这皮剥下来顶咱们1年的工分。说着，李国庆已经利索地从背后摘下了老猎枪，拉开枪栓，准备给这小东西一个痛快。等等，就这种有灵性的小动物，算不算见义勇为？会不会也有积分和奖励？国庆，瞧你那点出息，这小东西的毛都没长齐呢，剥了皮能值几个钱？那咋办？总不能放了吧？放了多可惜，不如这样，给我吧，我看这小玩意儿挺机灵，带回去养着玩，解解闷。行吧，你说了算。一只小紫貂确实卖不上价。赵志刚满意的点点头，转向王勇。勇子，你不是下套的好手吗？这附近肯定有野鸡经过，你去转转，找个好地方把套子下了，别在这儿干耗着。赵志刚又拍了拍李国庆的肩膀，朝不远处一指。庆子，你看那边地上是不是有野猪拱过的痕迹？你过去瞧瞧，小心点，别走远了。嘿，还真是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三言两语把两个兄弟支开后，赵志刚麻利地滑下陷阱。那小紫貂见他靠近，吓得浑身炸毛，呲着牙发出威胁的低吼。别怕，小东西，老子是来救你的。赵志刚低声安抚着。小东西，老子救了你一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跟我回家吃香的喝辣的，怎么样？紫貂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善意，用小脑袋在他温热的手心蹭了蹭，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咕噜声。嘿，还挺有灵性。就在这时，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如约而至。定，宿主成功救下落单的紫貂，践行见义勇为精神，任务完成度优秀，本次积分50分，目前积分总额100分。定，恭喜宿主完成一次见义勇为任务，奖励授语精通，宿主可无障碍与高级智慧动物进行语言交流。话音刚落，喂，你没事吧？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卧槽，动物会说话了。
小伙上山打猎，好心救了一只紫貂。突然他眼前一黑，脑袋一僵，接着惊恐发现，他救出来的紫貂居然能够开口说话了，简直颠覆人类的常识。原来他拥有见义勇为系统，因为好心救了这只动物，直接开发出了授予技能包。系统真够可以啊，给了我这么逆天的技能。小东西，我没事，以后我给你起个名叫小金子，好不好？怀里的紫貂一听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语气里充满了嫌弃。不要，这个名字太土了，难听死了。嘿，你个小东西还敢挑三拣四，反对无效，以后你就叫小金子了。小金子这时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两只毛茸茸的前爪捂住自己的小嘴巴，一双眼睛瞪得溜圆。天哪，你难道不是人？你怎么能听懂我说话？我是人，不过我有特异功能，所以能和你沟通，这可是咱们俩之间的秘密，不许告诉其他动物，听见没？小紫貂愣了一会，最终点了点头。赵志刚从背篓里拿出几颗山核桃，又抓了一大把松子，堆在小金子面前，活像个拿着糖哄骗小孩的怪叔叔。小金子，尝尝，这可是咱白山最好吃的东西，跟着老子，山核桃、榛子、松果管够，保证让你天天香喝辣。你该不会是想把我骗回去养肥了，然后剥我的皮，肉做成肉干，骨头拿去熬汤吧？我娘说了，山下的人最坏了。喂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！刚才我兄弟拿枪杆子对着你，是谁给你按回去的？我要是想剥你的皮，还用得着费老大劲给你掰开夹子，找草药，撕我这身新衣裳给你包扎，直接让我兄弟一枪崩了你，还省时省力呢。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，把小金子给问懵了。赵志刚见火候差不多了，立刻趁热打铁。小金子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常在这山里头转悠，知不知道哪有那种长得像小人的草根，或者长在烂木头上像个大耳朵似的菌子？小金子眨巴着眼睛，认真的回忆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眼睛猛地一亮，发出一阵兴奋的滋滋声。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为了躲一头大野猪，钻进一个山坳里，好像就看见过你说的这种东西，那个长得像小人的草根，叶子红红的，可好看了。赵志刚心头狂跳，呼吸都急促了几分。你还记不记得路？你要是能带我找到那里，以后老子天天给你剥核桃，顿顿管你松子吃到饱。成交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就在这时，王勇从不远处的林子里钻了出来，手里还拎着一根削尖了的木棍。刚子，套子都下好了，位置绝佳，等咱们下山的时候，保管能拎几只肥野鸡回去。辛苦了，勇子，走，咱们去国庆那边瞧瞧，看他有没有发现啥好东西。赵志刚冲小金子使了个眼色，小家伙心领神会，一溜烟钻进了他的背篓里。没走多远，就看见李国庆正跟个侦察兵似的蹲在一片草地上，一会儿扒拉一下泥土，一会儿又凑近了闻闻。我操，臭死老子了！这骚臭味绝对是野猪尿，新鲜的。刚子，这味儿还新鲜着呢，那畜生肯定没走远，咱们顺着找过去，干他一票。今天哥几个就能开荤吃上野猪肉了。咱们这次没带猎狗，就凭2条腿，想在这林子里追上一头野猪，不太现实。这事不急，等回去跟你爹说一声，让他找村支书把家里的猎狗借出来。到那时候，咱们再上山，让狗循着味儿追，一追一个准。行吧，就听你的。那咱们接下来干啥去？今天咱们去挖人参，那玩意儿可比野猪金贵多了。我忽然想起来一个地方，以前跟着我爷爷去过，保准有货。走，带你们发大财去。你爷爷带你去过？真的假的？你小子别是拿哥们开涮吧？老子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我爷爷当年可是咱白山有名的放山人，他说那地方有货，就绝对错不了。以前我年纪小，他不让我碰，怕我糟蹋了好东西。能听懂授语，让一只紫貂带路这种事，太过匪夷所思，打死也不能说，只能委屈一下原主的爷爷出来当挡箭牌了。老爷子已经过世了，我说这话也无从查证。刚子，你说有，那咱就信你一回。三人说干就干，继续往深山里走。赵志刚走在最前头，假模假样寻找，实际上他是在和小紫貂沟通，让小金子帮忙指路。结果走了2个小时都没到，把众人累个半死。歇会儿吃点东西，填饱肚子再走。我的娘嘞，可累死老子了！这山路比跟生产队的驴磨豆腐还累人。李国庆把背篓卸下，献宝似的掏出几个煮鸡蛋和一摞金黄的葱油卷饼。来来来，尝尝我娘的手艺，香得很。赵志刚默默掏出周桂英塞给他的那瓶酸菜。刚子，你那酸菜给我来点。赵志刚把瓶子丢过去，指了指背篓里还剩下的3个白面馒头。省着点吃，咱们不确定晚上能不能赶回去。我的3个馒头留着，勇子你的窝头也别吃，没准得在山上过夜。听小金子那意思，离目的地还要走4个多小时呢。今天挖到人参，天估计也黑透了。晚上找个背风的山洞，升起一堆火，轮流守夜，问题不大。吃饱喝足后，3人再次上路。终于在太阳开始西斜时，小金子再发出了一声兴奋的尖叫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赵志刚抬眼望去，眼前是一片陡峭的斜坡，坡上灌木丛生，而在那杂乱的绿意之中，赫然点缀着一簇簇鲜红的果实。这他娘的是棒槌鸟，居然这么多！发大财了，刚子你也太牛了，居然真的带我们找到棒槌了，还这么多。
三人对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抑制的狂喜。好了，大家都是打小在山窝里长大的，怎么挖人参懂的吧？开动吧！赵志刚从背篓里掏出家伙事放好，小心翼翼开始了自己挖人参的过程。他在山上看到一株红色果子的植物，直接滑跪了过去，梆梆梆，结结实实磕了3个响头。随后他又用红绳绑住植物的躯干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手持一根签子小心开挖，最后还用牙签一点点给根须剔泥，直到植物连根带须整个挖出才算完。这就是开挖人参的整个过程，一点都马虎不得。到了最后，他也才挖了4株人参，剩下的10几根都没敢动弹。一旁的同伴顿时疑惑起来：刚子，你怎么不挖了？旁边还有些小的，根须还没筷子粗，咱给它留着，让他们再长长。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规矩，叫台大留小，挖参不能赶尽杀绝，给子孙后代留条根，这是祖辈传下来的铁律。一旁的另外一个同伴李国庆也是赶山经验丰富，应和起来：刚子说的没错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咱们不能坏了规矩。勇子，等你挖完，咱们就去找地方休息。我估摸着这回应该8点多了。成，我这儿还有最后一点收尾的活儿，这根大家伙的须子跟山羊胡子似的，可不敢给它弄断了。趁着王勇同伴继续挖参，赵志刚假装整理背篓，压低声音对着里面探头探脑的小金子说：小金子，你小子今天立了大功，晚上给你加餐，核桃松子管够。那必须的。赵志刚拥有见义勇为系统，因为救了这小紫貂一命，得到了系统奖励的授予沟通技能，在紫貂小金子的帮助下才找到了这处人参窝。不过现在挖完人参天已经黑了，首先需要找个能睡觉的安全地方。现在第2个任务来了，咱们今晚得在这山里过夜，深更半夜的，保不齐会窜出什么黑瞎子、狼崽子，你得给咱哥几个找个安全的地儿，最好是那种隐蔽的山洞，明白？小金子听完，嗖的一下就从背篓里窜了出来，他身形矫健，3两下就攀上了旁边一棵高大的桦树。往上走，不出5里地有个山洞，洞口被一片野藤挡着，不仔细看发现不了。洞外头不远的地方还有个水潭，潭边上长着一棵椰林树和一棵枣树，果子都熟了，闻着可香了。小金子，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！等会儿到了地方，哥给你整个烤馒头吃，外皮烤得焦黄酥脆的那种。很快，一边传来了王勇兴奋的声音：搞定，收工！刚子、国庆，快来看，这根品相绝了，咱们赶紧找地方歇着吧，我这腰快断了。好了，大家收拾一下，跟我来。我记着我爷爷以前说过，这上头有个躲风的山洞，咱们过去砍点树枝。话说的有鼻子有眼，李国庆和王勇听了深信不疑。很快，王勇就摘了一大堆梨和枣子堆在树下，赵志刚和李国庆也捡了足够烧一夜的干柴。吃饱喝足后，众人开始畅想未来。等老子把人参卖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搞块上海牌手表戴戴，不然这黑灯瞎火的，连几点钟都不知道，可真难受。没错，手表是得人手一块，方便。勇子，你大姐的嫁妆想好买啥了没？我姐手巧，会做衣裳，我想给她买台蝴蝶牌的缝纫机，再买4床新棉被，买2匹好布料，剩下的钱再添个新脸盆、新暖壶。刚子，你说这些够不够？咱们山里人不像城里人讲那些虚头巴脑的排场。我记得你说你那未来姐夫家给了88块彩礼，对吧？光一台缝纫机就得100多，你这份嫁妆拿出去，10里8乡谁不夸你姐家的风光？你姐夫给的彩礼钱是不是在你姐自己手上？没错。你回头找你姐，就说钱不够，让她自己添50块，剩下的38让你姐攥在自己手里当私房钱，千万别把钱留在家里给你后娘，明白吗？说到钱，赵志刚的表情严肃起来。咱们今天挖到人参的事，除了这个山洞，一个字都不能往外漏，亲爹亲娘也不行，听见没有？这年头人心叵测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被那些眼红的举报到公社，我们仨谁都别想有好果子吃。李国庆的脸色也凝重起来，他爹是村长，他比谁都懂这里面的凶险。刚子说的对，这事必须烂在肚子里，回去就说咱们进山打了野鸡，摘了些核桃松子，拿到镇上换了点零花钱，谁问都这么说。我那自行车暂时也不买了，反正每天村里都有马车去县里，咱们坐马车也一样。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王勇身上。王勇心直口快，藏不住事，是他们3人里最大的变数。勇子，哥不是信不过你，这是关乎咱们仨的身家性命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等卖了身，你手里只留下给你姐置办嫁妆的钱，剩下的在信用社存个2年定期，折子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。咱们买的手表，平时也得藏好了，不能带出去瞎晃悠，等回了屋再拿出来看。就听你的，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。
国庆、永子，这也山参是个好东西。如果你们信任我的话，先把参交给我吧。听到这话，李国庆和王勇脸色瞬间变了。两个同伴各挖出4根人参，而他看见了开口就要，还不掏1分钱。然而让人意外的是，两个同伴非但没有生气，还把人参乖乖交了出来。要知道现在是70年代，1根人参价值1000元，足够全家人好几年的开销了。看到两个同伴这么信任自己，他当场感动了。我说国庆和勇子，我都没解释原因呢，你们就这么信任我，把人参交给我了。嗨，这有啥？没你带路，我们根本找不到这参。窝子挖这么多参，你要是有难处，把人参拿了就是。就是刚子，我们无条件信任你。听到同伴李国庆和王勇这么说，赵志刚当场苦笑起来。国庆、勇子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想带去延吉的黑市卖，肯定比咱们在县里卖的价钱更高。咱们都是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兄弟，哪能不相信你？你说的对，得去延吉卖，哪怕是多卖几10块，也够咱们一家子几个月的花销了。是这样啊，刚子，你可真有门路，那我们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。勇子，我和国庆会帮你看看哪家的姑娘适合你，等你要结婚了，再把存折上的钱拿出来，单独建3间房子，跟你爹后娘分开住，再熬几年吧。等着阵风过去，咱们就能光明正大的把钱拿出来，想买啥就买啥，想咋花就咋花。赵志刚是穿越过来的，知道只需要熬过这2年，一些政策就宽松了。一夜无话，天亮后，3人一雕从山洞里钻了出去。3人下了山，刚走到村口，一阵说话声传入赵志刚的耳朵里。我跟你说，赵家那小子肯定和陆知清有一腿，他啥德行咱们不知道，平时就是个二流子，偷鸡摸狗的货，哪会那么好心跳进水里去救人？赵志刚的眼神瞬间就冷了下来。说话的人是梁翠花，是村里有名的长舌妇。赵志刚一把揪住梁翠花的衣领，那股子混不吝的狠劲全上来了。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干，就他娘的喜欢在背后嚼舌根，是吧？老子今天就给你长长记性，要是下次再让老子听见你到处败坏我的名声，说我跟陆知清的闲话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说完，赵志刚松开手，还夸张捂住鼻子往后一跳，满脸嫌恶。哎呦我的妈！难怪你家男人郭胜利宁愿跟隔壁小河村的舒寡妇在山里头钻小树林，也不愿意回家。原来是你这张嘴太臭，能把人活活熏死。赵志刚，放你娘的狗屁！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们家老郭不是那种人。不是，有些人呐，就是睁着眼当瞎子。你家男人隔3差5就往山上跑，以前还能带点野鸡兔子回来，这段日子呢，他带了些啥回去？你心里没个数？老郭叔打的猎物一大半都交到舒寡妇那儿去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操心别人的事？梁翠花浑身一震，下一秒，她猛地转身，拔腿就往自家男人上攻的地里疯跑过去。村口的妇女们看到也急忙跟了上去看热闹去了，原地只剩下赵志刚他们3人。刚子，还是你牛！像梁翠花这种女人，就该给她一个教训，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到处造谣生事。刚子，你这招也太损了，我敢打赌，今晚郭胜利家非得鸡飞狗跳，房顶都得掀翻。可不是，梁翠花在村里胡咧咧，没成想自己家里一堆破事，她还好意思说别人。对付烂人就得用烂招，保证药到病除。行了，说说咱们的正事。我明天去队里开张介绍信，直接坐班车去延吉，那儿的黑市大，识货的人也多。赵志刚随后拜别2人回到家，母亲周桂英正焦急地站在院门口，伸长了脖子往村口张望。当看到赵志刚的身影出现时，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宝弟，你们在山上转悠了2天，可算回来了，快让娘看看，都搞到啥好东西了。娘就这点东西，跟挠痒痒似的，不中，快回屋给您看个宝贝。母子俩一前一后进了堂屋，赵志刚把背篓放下，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里面探了出来，滴溜溜的黑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四周。宝弟，这是紫貂，你咋把它给带回来了？这玩意儿野性大着呢。娘您别怕，昨天他不小心掉进陷阱里，腿都夹伤了，眼看就要没命，是我救了他。我寻思着一个人在家也挺无聊，不如带回来养着玩，解解闷。您可别小看他，这小东西机灵着呢，不仅帮咱们找了野鸡蛋当早饭，这2大块蜂巢也是他领着我们找到的。是吗？那可真是个有灵性的好东西。行，你喜欢，那就养着吧。到了晚上，老父亲赵有才下工回来，还带回了一个消息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村里的梁翠花的男人郭胜利和小河村的舒寡妇勾搭在一起了。梁翠花找她男人大闹了一场，之后又找了勾引她男人的舒寡妇，没成想那舒寡妇和村里大队长勾搭在了一起，把闹事的梁翠花结结实实教训了一顿。梁翠花活该，上午造谣我宝弟的时候，就活该遭这报应。很显然，赵志刚已经把上午他教训梁翠花的事和老母亲说了。赵志刚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正在幸灾乐祸呢。这时，脑海中传来了系统提示音：叮，恭喜宿主教训造谣生事的恶毒女人，保护了女主名声，任务完成度优秀，积分30分，积分余额130分。
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一次见义勇为任务，奖励枪法精通，百步穿杨。竟然还有这种好事！正准备上山打野猪，系统就奖励自己一个枪法精通的技能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奖励真是及时雨。等明天到了延吉，我就去弄一把猎枪，再搞几百发子弹，放在空间里随时取用。第二天，赵志刚开了介绍信就直奔延吉去了。他熟门熟路找到了黑市，开始摆摊卖人。不到5分钟，就有一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过来。赵志刚看到有顾客来，立马推销起来。同志，我这是昨天刚挖到的地道野山参，20年以上的。您看这炉头，须条都很完整。家里有身体虚弱、需要进补的人，用这个熬汤最合适不过。用来泡药酒也非常好，有补肾壮阳、宁心安神的功效。同志，你的人参怎么卖？同志，上山挖参不容易，特别是这种20年以上的人参，价格稍微有点贵。同志，开个实价吧，多少钱一根？1根210元，如果您2根全部都要，一起给400元。这年头，一个正式工人的月工资也就30块，210相当于一个工人大半年的工资，能买得起这东西的，压根就不是靠那点死工资过活的人。行，我全要了。赵志刚接过钱，又从背篓里拿出2个长条形的硬纸盒，麻利的将2根人参分别装了进去。您瞧，这人参金贵，有个盒子装着，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，都体面。同志，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吧？连盒子都准备好了，考虑的挺周到。我也是瞎琢磨的，毕竟卖的不是萝卜白菜，这钱都花了，必须得让您觉得值当，送人也有面子不是？男人临走前，状似无意的又问了一句：“同志，你手里的人参就只有这2根？”大哥，您可别开玩笑了，这玩意儿又不是地里的大白菜，哪能说有就有？要是我手里还有，早拿出来一起卖了，谁还会嫌钱多烧手啊？男人走后，赵志刚转身离开，直奔另外一个黑市而去。这次来的是个女人，打扮得很时髦。你好，这人参哪来的？多少钱？同志，我这人参是刚从白山挖到的，20年的野山参，女人吃了青春漂亮，小孩吃了聪明伶俐，像您这样的美女就得多吃补品，保证您永远18岁。你这小同志说话有点意思，你从哪里看出来我是个美女？您的声音这么好听，就算没有露出真容，我也能猜到您是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大美女。女人扯了扯旁边的男人，听到没有？有人夸我漂亮。同志，你这人参到底怎么卖的？1颗人参320元，4根全要的话，给您便宜20元，一共1200元。这人参的价格咱们也不知道，要是买贵了，回去老妈会不会怪我？你毛的那些首饰件件都很贵，我不过是买几根人参，花1200元，你就舍不得了？女人翻着白眼继续说：“再说，我买这个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你爷爷，老人家马上就80岁了，他平时就喜欢喝点酒，这人参拿来泡酒，那可是好东西。”听完女人的话，男人只好点头同意。男人麻利的付了钱，做完这单生意，天就黑了。赵志刚回到城里，路过一间卖包子的国营饭店，小金子闻到香味，从背篓里爬了出来。主人，这是卖什么的？看着不像馒头。这是肉包子，想吃？想吃。赵志刚迈步朝包子铺门口走了过去。同志，肉包子怎么卖？有票的话，一个肉包子8分钱，1两粮票；没有票的话，一个包子1毛5。我要10个肉包子。拿了包子，一人一雕，边走边吃，吃得满嘴流油。到了晚上，一人一雕出发，再次进了黑市。赵志刚的山参一拿出来，就被人给瞧上了。一个老头喜滋滋地看着地上的野山参。同志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怎么卖的？210元一根。你也知道我没喊高价，这样品质的野山参不好啊。小同志，你有多少？我全要了，能不能便宜点？真人不露相啊，这老头还是个隐藏富豪。见没人注意这边，赵志刚咬咬牙，伸出6根手指。真有6根，我给个整数，一共1200元，行吗？你带的现金够吗？都在这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接着就是数钱交货，不到10分钟，交易完成。看着系统空间里卖人参得来的2800元，赵志刚长舒一口气。手里有钱的赵志刚花200元买了一杆自动步枪，又买了许多粮食。当赵志刚晃晃悠悠回杏花村的时候，村委会门口挤满了人。队长，咱们不能坐视不理，不能继续让他们再来祸害庄稼，得组织大伙上山打野猪。是啊，支书，这事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。得亏野猪是晚上来的，要是白天咱们在地里干活，和他们正面对上，那可是很危险的。今天凌晨，村民们还在睡觉，几只野猪下山拱了杏花村的好几亩红薯地。红薯是村里人的口粮，就这样被野猪糟蹋了，村民们心疼坏了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。最后，大队长李铁柱拍板：行，既然大家齐心，那就由村里4个老猎户加上民兵队的人，咱们抄家伙上山打野猪。站在人群里看热闹的李国庆和王敏两人凑在一起摇耳朵。坏了，刚子咋还没回来？这么带劲的事儿可不能少了咱们。刚子今天肯定能回来，你先去跟你爹说，算咱们仨一份。咱们带上猎狗去上次发现野猪尿液的地方，说不定能发现更多线索。行，咱们3个也去报名，跟着我爹他们一起上山。
李国庆给自己壮了壮胆，举起手，扯着嗓子喊：“队长，我还有刚子和勇子，我们仨报名，我们也要上山打野猪。”这一嗓子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。小兔崽子，这他娘的是村里的大事，你跟着瞎起哄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揍得你满地找牙？一旁的村支书也赶紧出来打圆场。庆子，别胡闹！发了狂的野猪能把人骨头都撞断，你爹不让你去是为你好。李国庆脖子一梗，还想再争辩，一个悠哉悠哉的声音从人群外传了进来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哥仨从小就在这山里转，遇到野猪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哪次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？”众人回头一看，正是刚下马车的赵志刚。我们3个拿着枪跟在后面，绝不乱跑。赵志刚进村就听说了野猪拱了红薯的事，这可是正中他下怀，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在村里人面前刷好感。你是老赵家的独苗，要是在山上出点啥事，你娘不得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拆了？不行，这是没得商量。书腿长在我们身上，你们不同意，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上山的路了吗？这话一出，村支书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最后，村支书指着赵志刚3人的鼻子，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，把话挑明了。请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，要是跟着上山出了事，是死是活，是不是你自己负责，跟村里没关系？没错，出了任何事，我自个兜着，绝不连累村里。有啥事我们自己负责，不怪任何人。人群角落里，梁翠花撇了撇嘴，阴阳怪气的小声嘀咕：“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二流子，别到时候拖累大家伙就不错了。”他身边的郭胜利也动了心思，眼神火热地盯着猎户们。当家的，打野猪太危险了，你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要是出了啥事，我跟孩子们可怎么办？带着赵志刚他们3个二流子上山，我看这回准是瞎忙活，说不定还会有人受伤。你懂个屁！上山打野猪的人分到的猪肉比别人多1倍。行，那你去。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缺胳膊断腿的被抬回来，我可没钱给你治，更不会伺候你。被他这么一说，郭胜利只好打消了报名的念头。陆雨薇站在人群里，看着一脸兴奋的赵志刚，有些担心。他拉了拉自己的好姐妹徐彩凤的衣袖：“彩凤，你说村长带人去打野猪，他们能成功吗？”雨薇，别怕，村长还有老猎户的枪法都很好。5月份他们不是上山打过一次野猪吗？还给咱们也分了5斤肉。再说这野猪要是不除，3天2头下山来破坏庄稼，咱们过冬的粮食就没着落了。陆雨薇点点头，看到事情已经定了下来，就和徐彩凤挽着手回知青点了。都听好了，这次上山，我和4位老哥带着猎狗打头阵，负责把那帮畜生的动静摸清楚。他顿了顿，眼神转向人群中间赵志刚3人身上。刚子、国庆还有勇子，你们仨小子在中间，你们年轻，眼尖腿脚快，但别给老子逞英雄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了民兵队的5个壮小伙身上。民兵队压后，防止有野猪冲散了从后头包抄。一番安排下来，有条不紊。那就各自回家吃饭，把手电筒、水壶、干粮、趁手的猎枪、子弹之类的都给老子备齐了。晚上6点还在这儿集合，谁都不许迟到。话音一落，人群散开，赵志刚冲李国庆和王勇使了个眼色，3人默契地钻进了村口的小树林里。兄弟们发财了！12根野山参全卖出去了，一共得了2800块。按咱们说好的3个人平分，我算过了，你们俩一人934，我拿932。李国庆盯着赵志刚手里那沓钱，倒吸一口凉气。王勇更是直接傻了，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累死累活干1年，挣的工分换成钱也就100多块。刚子，你掐我一把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快把钱拿好，仔仔细细给老子数清楚了，出了这里我可不认账。说完，他把早就分好的钱塞进了2人怀里。李国庆嘿嘿傻笑着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不好意思地从兜里掏出2张大团结递给赵志。刚子，这是昨个我和勇子卖东西的钱，一共58，我俩一人分了19，这是你的20。这话一出，3人都沉默了。可怜巴巴的20块钱，对比怀里的900多块，这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上一地下。刚子，咱们啥时候再去山上挖一回？这玩意儿也太来钱了。你当这是地里的大白菜呢？说有就有，赶紧回家，吃饱了饭，先把那窝野猪给端了才是正经事。另一边，王勇已经数完了钱，他抽出134块，把剩下的800块又重新递回到赵志刚面前。勇子，你这是干啥？钱烫手啊！刚子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我手里不敢拿这么多钱，万一被我后娘看见，转头就得被她没收。这134块加上昨天的19块，加上我姐手里的50块，够给她置办嫁妆了。这800块你先帮我拿着，等下次咱们去县里，我再存起来。赵志刚没再多问，笑呵呵地把钱接了过来，往自己兜里一揣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给你收着，更稳当一些。分完钱，赵志刚拿出在延吉买的猎枪给2人看。我在延吉买了一把枪，别人问起就说是在山上捡的，你们别给我说漏嘴了。王勇摸了摸枪杆，一脸羡慕。行了，别流口水，你要是喜欢，也可以去买一杆枪。
太贵了，我要把钱攒着娶媳妇、盖房子。瞧你那点出息，以后咱们能挣更多的钱，保证让你娶上漂亮媳妇。现在回家吃饭。赵志刚走在土路上，小金子跳到赵志刚的肩膀上，盯着背篓里的蛋糕，开始提要求了。主人，那香香甜甜的玩意儿，我想吃一块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不过吃饱了你得给爷干活。什么？才跟着你过了2天好日子，就得被你指使着干活了？说吧，要你雕爷做什么？好吃的东西都得花钱买，钱从哪儿来？要靠咱们的劳动去换。你想吃白食，门儿都没有。上次不是问过你，能不能根据野猪的气味找到他们的老巢吗？所以今天晚上进山就该你大显神通了，帮助猎犬一起找到那群野猪，然后给他们一锅端了。等忙完这件大事，我给你做更好吃的，保证是你这辈子都没尝过的美味。成交！为了美食，晚上让你见识一下雕爷的本事。回到家，赵志刚把东西拿出来摆在桌上，全是吃的和穿的。宝弟，你手里有钱烧得慌啊？买肉包子干嘛？这玩意多贵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买啥麻花和蛋糕？你小子就是嘴馋。娘，你别担心了，我有钱。看着老太太心疼钱的样子，赵志刚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递到她手里。娘，这是在黑市卖蜂蜜和其他东西的钱，你收着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有办法赚钱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专门买来孝敬你和爹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是会伤心的。专门买来孝敬我，我看你是想堵我的嘴。话音未落，一个巴掌拍在了赵志刚的后背上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手松的跟筛子似的，口袋里有俩子儿就想往外撒，剩下的钱呢，给老娘交出来，我给你攒着娶媳妇。果不其然，周桂英3两下就在赵志刚右边裤兜里掏出了一把零票，数了数8块6毛。周桂英把钱往自己兜里一揣，转身从腰上解下黄铜钥匙。我先把这些吃食锁柜子里，免得被你偷吃了。我的亲娘恋，幸亏有系统开发的空间，不然系统奖励的钱和卖人参的钱还没有捂热乎，就要被您老人家给全没收了。心里庆幸，脸上却还得装出一副肉痛的样子。爷，您给我留点呗，那6毛钱给我留下，兜里1分钱没有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，不得劲儿啊。周桂英头白了他一眼，但到底还是心疼儿子。他里抽出5角和1角的毛票，没好气地塞回他手里，拿着，省着点花。嘿嘿，娘您真好。第2天，赵志刚跟着大部队上了山，刚进山没多久，一个影子就从赵志刚的背篓里嗖地窜了出去，没入前方的黑暗里。刚子，我咋好像看见有啥玩意儿跳出去了？你看花眼了，可能是林子里的鸟。小金子吃了蛋糕，干起活来比谁都积极，主动请缨去联络他那些山里的朋友，打探第一手情报去了。队伍在李铁柱的带领下，快速在山里中穿梭。很快，一股浓烈的骚臭味钻进了众人的鼻腔。草窝子里有新鲜的猪粪和尿，热乎着呢。看这脚印，又大又深，起码是一头300斤的大家伙从这儿经过。他话音刚落，其余几只猎犬也跟着骚动起来，纷纷朝着同一个方向狂吠不止。要不是被主人死死拽住，怕是早就追了出去。都给老子把精神头提起来，家伙事儿都攥紧了。野猪这会儿正是出来找食的时候，尤其是老公猪，两边的皮在树上磨得跟皮甲似的，钢珠打上去都得打滑。谁要是敢掉以轻心，被他拱上一下，那可是会肠穿肚烂的。咱们一起上山，也得整整齐齐回去。几个年轻民兵心里本来挺激动，可听村长一说，他们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土枪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轻微的破风声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小金子回来了。”主人，重大发现！那帮蠢猪就在离这儿不到3公里的一个山坳里，差不多有27、8头，1头獠牙大公猪，还有5头大母猪，剩下全是半大的猪崽子。干得不错，辛苦了。现在回背篓里待着，给我指路。得了。距离野猪群还有几百米的时候，赵志刚几步追上了前面的李铁柱。我鼻子灵，这味儿不对，那帮畜生可能就在前头不远的地方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咱们最好再检查一下枪，免得待会儿真碰上了手忙脚乱。你说的是真的，就在前面。不等赵志刚回答，领头的那条黑背猎犬突然停下脚步，朝着前方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发出了急促的狂吠。这一下不用再猜了，跟上，都盯紧了。刚子，你和国庆、勇子注意安全，跟在我们后头，别他娘的往前冲。李国庆哪里还听得进去，胳膊肘捅了捅身边的赵志刚。刚子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李国庆的话音刚落，赵志刚二话不说，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。刚子，等等我！冲到近前，借着几道手电筒晃动交错的光束，眼前的景象让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领头的公猪被激怒了，20多头野猪从灌木丛里疯狂涌出，不分方向的四处横冲直撞。这叫什么事？开枪时眼睛放亮点，别打到自己人。上树，快！众人各自找了棵大树爬了上去，老猎户正强鸣点背，还没爬树被那头最大的公猪给盯上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响，与沉闷的土枪声截然不同。野猪的额头上出现一个血洞，最后轰然倒地。是刚子刚才开的枪，救的老郑叔。只见赵志刚在树上持续点射，20多头野猪无论大小，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李铁柱下树开始挨个检查地上的野猪尸体，然后朝众人喊了一声：“野猪全被打死，已经安全了。”
树上的人确认安全后，纷纷跳了下来。你小子什么时候练出这手枪法的？这准头也太他娘的邪乎了，基本都是一枪毙命，打脑门儿。我这都是拿弹弓打鸟、打兔子练出来的准头。郑强明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大手重重地拍在赵志刚的肩膀上，脸上满是感激。刚子，今天多亏了你那几枪，要不我现在恐怕不能全虚全美的站在这儿跟你说话了。你小子年纪不大，本事倒是不小。好啊，咱们杏花村这打猎的营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刚子，你可真给哥们儿长脸，牛逼！我来数数有多少头，1、2、3，我的乖乖，一共有28头。这下好了，猫冬的时候咱们不愁没肉吃了。28头，这得有多少肉啊？咱们杏花村这回可是发大财了，这头公的怕是快成精了，看这獠牙都能当锄头使了。众人围着地上堆成小山的猪尸，啧啧称奇。给老子安静点！李铁柱环视一圈，最后看向正擦着枪管的赵志刚。今天这事谁功劳最大，大伙心里都有数。要不是刚子那几枪，先不说老郑现在还能不能站着，光是这群畜生横冲直撞，咱们就得有好几个弟兄要挂彩。刚子那枪法，一枪一个，跟阎王爷点名似的，枪声一响，野猪就躺下了。所以我提议，这5头母猪里头分1头最大的给刚子，你们有意见没？话音刚落，郑强明第一个蹦了出来。没意见，我这条命都是刚子给捡回来的，别说1头猪，就是把我的那份给他，我老郑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小子，以后有啥事言语一声。没错，队长说的对，刚子那枪法跟电影里打鬼子的神枪手一样，这猪该他的，咱们心服口服。民兵们和其他几个猎户纷纷附和，没有一个人不服气。李铁柱满意的点点头，继续安排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按规矩，上交公社2头母猪和2头小猪，剩下的小猪，咱们上山的人1人半头，其他的就全部分给村里人和知青。这个分配方案一出来，所有人都欢呼起来。您这安排，我有点小意见。这话一出，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若真可闻。刚子，你想干啥？怎么，你小子还嫌不够？您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给我分1整头猪，太多了。这年头，大伙儿肚子里都缺油水，谁家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？我们家要是真抬回去1头整猪，别人家吃糠咽菜，就我们家天天猪肉炖粉条，这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所以那头母猪我要1半就够了，剩下的1半分给村里人。他不能明目张胆地给陆羽威送肉，只能把自己的那份放进公家的分配方案里，这样知青点就能多分一些。更何况1头野猪分给他，太打眼，容易遭人嫉妒。这还是那个偷鸡摸狗，为了点吃的能跟人打得头破血流的赵志刚吗？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了？李铁柱一脸的不可思议，他凑上前打量着赵志刚。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？是不是在城里让啥玩意儿给冲撞了？您先别夸我，我这猪肉也不是白给的，那是有条件的。好啊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说你又憋着什么坏水呢？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您也知道，我们哥仨这性子坐不住，让我们跟您一样，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刨食，对我们来说也太累了。所以我想跟您商量商量，以后我们哥仨就别下地挣工分了，我们专门负责往这白山里头钻，给村里找野猪、掏兔子窝、摸狍子印，您看成不？李铁柱指着赵志刚的鼻子，气得直吹胡子。好你个小狐狸，感情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，拿半头猪出来收买人心，就为了以后能名正言顺的偷懒摸鱼。没等赵志刚开口，旁边的李国庆立马跳出来帮腔。爹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刚子的枪法你也看见了，让他扛着锄头在地里刨坑，那不是让神枪手去绣花驱财吗？再说马上天就冷了，就要猫冬了，地里的活儿也干完了，咱们趁着大雪封山前多给村里人弄点肉，改善伙食，不好吗？这年头谁不馋肉？队长，国庆说的在理，刚子的枪法好，不能浪费了。就是咱们平时巡山也就能撵个兔子，连根野猪毛都摸不着，干脆就让刚子他们仨当咱们村的侦察兵，再给他们配条好猎狗，专门负责找大家伙，找到了咱们再一起上，这样咱们也能跟着沾光不是？这提议一出，剩下的民兵们也纷纷点头。好家伙，一个个算盘珠子都快崩老子脸上了，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等回了村，我得和胡支书好好商量一下。赵志刚和李国庆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，这是有门。行了，都别杵着了，赶紧干活，血腥味太重，别把山里头的野狼和熊瞎子给招来了。李铁柱他们刚下山，就遇到了山脚等消息的村里人。队长，你们这次上山居然打了这么多野猪啊，这是多少头啊？怕是得有将近30头，怪不得能毁掉那么多红树。行了，大家伙搭把手，都把野猪抬到村委会外面，咱们马上分肉。在村头打听消息的梁翠花，没多久就听说了这个消息。真是走了狗屎运，野猪这种凶狠的玩意，居然能一窝给端了。他不说还好，一说就让旁边的郭胜利想起了他执意不让自己跟着去上山的事。我昨天就说跟着村长上山去打野猪，你这个臭婆娘非要拦着。现在好了，看着人家吃肉，咱们只有流口水的份。
两个人又开始打架，其他人摇摇头走开。梁翠花打完架，急匆匆赶到村委会的时候，肉已经分完了。村长，为啥别人家都能分到8斤肉，我家什么也没有？那是因为人家分的肉是我打的，你昨天才在背后说我坏话，我能分肉给你吃吗？想吃肉，让你家男人自己上山去打。还没走远的老母亲周桂英示意自家老头子扛着肉先回家，自己则小跑了回来，对着梁翠花就是一顿喷。臭不要脸的玩意！我们刚子打的肉，就算是喂狗也不会分给你吃，东西给狗吃，它还知道摇尾巴，给你吃只会养大了你的胃口，还会反咬我们一口。在赵志刚母子2人的联手攻击下，他只能悻悻地转身回家去了。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。定宿主成功帮助村民捕获28头野猪，践行见义勇为精神，任务完成度优秀，本次获得积分100分，目前积分总额230分。定恭喜宿主完成一次见义勇为任务，奖励身体素质强化，让你拥有猎豹般的速度和猩猩一般惊人的力量。系统的话让赵志刚差点笑出声。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，非猎豹莫属，最高时速可达100公里每小时。成年大猩猩手臂非常强壮，能举起2吨重的东西，有了猎豹般一样的速度，我已跑得更快更远。打猎的时候，不管是老虎还是狼，都能追上。有了猩猩一般惊人的力量，要是遇到坏人，我能以一敌10，去哪里都不用担心。跟着周桂英回了家，赵志刚回屋放东西，看了看天色，估计快到放工时间了。赵志刚想到已经出嫁的3个姐姐，娘，咱们家这次分的肉多，要不给大姐他们都送点。按理说这肉不该给你姐送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，想吃好的那就让自个男人去想办法。不过今天的野猪是你上山打的，你心疼他们，那就每人送3斤，给他们解解馋。赵志刚原本是想着给每个姐姐分10斤肉的，可没想到老太太直接拍板给3斤，3斤肉一顿就能吃完。他倒也没有直接反驳，想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也得慢慢来，还是得靠着系统，多上山挖些人参、灵芝，多打点野鸡、兔子或是狍子回来。要是家里不缺吃的，老太太肯定也会大方一些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陆雨薇、国庆和勇子还有3个姐姐，我还是要帮的，其他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杨大姐和2姐家离得近，这肉就由您老人家去送。我3姐在县城，她家的肉明天我坐着马车送过去，顺便把家里的枣带点给她。我3姐正是能吃的时候，回头再问问她啥时候生。听着她絮絮叨叨的话，周桂英笑着打趣：你小子手里有钱就烧得慌是吧？我看你哪是去县城给你姐送肉，是想拿着6毛钱买好吃的吧？娘，您还不知道我兜里揣不住钢镚，一想就浑身难受。就在这时，院子外传来一阵清脆悠长的铃声，这是村里大队部的下工铃。老爹赵有才和4姐回来了。爹，我刚才和娘商量了一下，咱们家里的肉有80斤，我想给3个姐姐家里每人送3斤，你看成吗？赵有才看了一眼周桂花，对方冲他点点头。行啊，既然你娘也同意，我自然没问题。今天老太婆是转性了吗？以前都是薅女儿女婿的羊毛，哪怕是送东西也不会这么大方。3斤肉够他们吃好几顿。赵志刚决定下午和老爹、4姐一起去地里干活。今天的任务很简单，挖红薯，然后背回村委会的仓库里统一存放，记工分。赵志刚拿起锄头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就在不远处响了起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大英雄吗？怎么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也舍得下地挣工分了？赵志刚眼皮都懒得抬，又是秦向东这狗比玩意，这货是个下乡知青，和赵志刚打了好几次架。怎么不说话？某些人靠着投机取巧打了2头野猪，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？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就比挖红薯，让大伙儿看看到底谁才是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好社员。4姐赵霞急了，宝弟别理他。赵有才也沉下脸，自家儿子什么德行他清楚，真比干农活，他担心儿子会输。行啊，既然是比试，光挖多没意思，不如玩大点，不仅比谁挖得多、挖得快，还得把自己挖的红薯自己背回仓库，谁先干完谁就算赢，怎么样？这话一出，赵有才和赵霞的脸都白了，这不胡闹吗？从地里到村委会仓库，一个来回得走15分钟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刚子，干他，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李国庆和王勇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扯着嗓子给赵志刚加油。既然是比试，就得有彩头，不然多没劲。这样吧，要是我输了，我送5斤野猪肉给你；可要是你输了嘛，以后见了我就得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刚子哥。好啊，这野猪肉我吃定了。爹，4姐，你们就瞧好吧，就他这样的弱鸡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赵志刚开始干活挖地的速度，比村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把式还快。再看秦向东那边，刚开始还势头挺猛，可刨了10几下，他就得停下来。慢慢的，差距肉眼可见的拉开了。当赵志刚已经清理完一整条地垄时，秦向东那边才挖了不到1/3。我的乖乖，刚子这是吃了龙肉了，力气这么大。你瞧他那速度，咱们2人加起来都没他快。不行，不能被个半大小子比下去了，加把劲。村民们的议论声像一根根针扎在秦向东的耳朵里，很快2个背篓就堆得冒了尖。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，赵志刚走到背篓前，连腰都没怎么弯，2只手像拎小鸡似的，一手一个，轻松地将2个沉甸甸的背篓提了起来。我的地挖完了，你慢慢玩。
说完，他迈开大步，朝着村委会的方向走去。赵志刚一边走，一边在脑子里跟系统闲聊。系统，你牛啊！这2筐红薯加起来少说也有200斤，我现在背着跟背了2团棉花似的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当然，本系统可是筒子界的精英，奖励给你的技能那可是万里挑一的。嘿，夸你一句，你还喘上了？什么时候能奖励点真金白银？我更喜欢小钱钱。系统奖励均为随机，你的这个要求我无法满足。切，死脑筋。行吧，看来还是得靠自己，多往白山跑几趟，挖点人参、灵芝，去黑市换钱才是正道。从地里到村委会，旁人一个来回，紧赶慢赶也得15分钟。赵志刚现在拥有猎豹般的速度，一个来回也才花了堪堪10分钟。李国庆看到他跟个没事人似的回来，八卦之心熊熊燃烧，连忙递上水壶。刚子，你啥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背着2大筐红薯，脸不红气不喘的。可能是这几天上山练出来了呗。再说今天中午吃了肉，肚子里有油水，干活自然有劲。赵志刚把水壶放下，又扛起锄头，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中。接下来，整个红薯地里的人都见识到了什么叫人形推土机。比赛结果出来了，村支书胡光明清了清嗓子，走到2人中间，大声宣布：这次比试赵志刚获胜。秦之清愿赌服输，你怎么说？秦向东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刚子哥，庆子，你听见啥了没？好像有蚊子在叫。没听清，声音比娘们还小，风一吹就散了。周围的村民发出一阵哄笑。刚子哥，这才对嘛，是爷们就得有个爷们的样。我们放工了，不过秦之清做事要有始有终，可不能半途而废啊！你自己挖的红薯还得慢慢背回去。说完，他冲李国庆和王勇一招手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潇洒地扛着锄头回家了。而另一边，回知青点的路上，全程观看了的知青徐彩凤凑到陆雨薇身边，和他说悄悄话：雨薇，我怎么觉得赵志刚那个二流子今天还挺爷们的？你说我是不是眼神不好了？陆雨薇的脸颊微微发烫，心跳也快了几分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可能以前咱们都对他有误解。他不仅跳下河救了我，上山打了野猪，也没自己独吞，分了肉给咱们。今天干活，他一个人顶得上3个人。哎呦，雨薇，我可发现了，自从他救了你，你看他的眼神可都不一样了哦。你别瞎说。陆雨薇脸颊瞬间绯红，心虚的朝周围看了一眼。